上海沦陷后，醉生梦死的人们，京戏院的生意也好到极点。向来京戏每年要到北平去请名角来演唱一个时期，这时南北交通中断，京角没有法子来，因而成了海派角的世界。特别是麒麟童排演的海派连台本戏《文素臣》，卖座满坑满谷；其他戏院排演《西游记》、火烧红莲寺，生意也都极好。当时的电影界因为拷贝外销困难，不易发展，最大的明星公司设在枫林桥，被轰了一炮，完全烧光。其余的联华和天艺两大公司也陷入停顿状态，演职员们纷纷另想办法，于是话剧团体就乘机崛起，占据了好多家戏院。其中最早的一个就是辣匪舞厅旧址改建的辣匪戏院，初期职员都不知薪水，每天只领些钱做零用，伙食由剧团开大锅饭。可是他们的剧本编得相当好，演员都是一流明星，所以演出之后轰动一时。这班演职员戏散了之后，就在戏台上打地铺过夜，后来收入渐渐好起来，一部分人便迁居到吕班路、今重庆南路。吕班公寓也是一间房中，往往住上10多个人，睡的都是地铺。辣匪戏院有了相当成就之后，接踵而起者有不少投资于话剧，大规模而十分精彩的话剧都在这时纷纷上演。我记得唐怀秋主持的中国旅行剧团演的一出《葛嫩娘》，剧本好，演员好，服装好，道具好，轰动一时。剧本描写明末许多名士和武人卑躬屈膝地向敌人投降，这完全是一出讽刺汉奸的好戏，所以看得大快人心，场场满座。越剧、绍兴剧也是在这个时候蹿起的，因为这时电影院无片可演，越剧便打进了电影院，如青岛路的明星大戏院等都演越剧。当时还有一批电影界中人帮着他们从事服装、布景、音响、灯光的工作，所以越剧的形式从这时起为之一变，称作新越剧。又因越剧唱词简单明了，所以成为当时上海老太太和家庭主妇以及女界唯一的嗜好。除了越剧之外，还有一种深曲，此时改名沪剧，竟然也打进戏院。如英租界的星光大戏院、法租界的恩派亚戏院等，演出的都是深曲的名角，如王小新、小文彬、施春轩等。有几个女演员王雅琴、小月珍，或以冒称，或以艺盛，亦曾风靡一时。家家储粮米商发财战士离上海越来越远，人们抗战意志消沉得很厉害。看严峻的情势一天一天地迫近南京，国民政府并没有求和的意图，报纸上所提到的口号仍然是长期抗战。最响亮的口号叫做抗战必胜，建国必成。大家就想到这一次的战争可能会拖长下去。大家想到苦难的时期来日方长，不能不有所准备。上海租界成为孤岛，人口一天天增加，大家怕人口一多，米粮会断绝，因为上海人吃的米一半是靠常熟、太仓运来的，一半是外洋运来的暹罗、泰国就称米，而常熟、太仓的米不能储藏太久，唯有暹罗米经过机器的焙干，可以久藏不变。于是大家就抢购暹罗米，我也将每天收入陆续用来收购一些，堆满了一间小屋。这时节，租界上通用的货币还是中央银行的钞票，战事展开了很久，法币的价值竟然没有动摇。除了中央银行的钞票，还有中国、交通、农民以及4家小银行的钞票，外国银行的钞票并不通用。
大家对法币币值一点也没有怀疑。除了米价和五羊杂货略涨之外，其余没有什么波动。这是抗战开始之前，国民政府聘请英国人鲁斯爵士研究出来的方案，一定要把全国所有的银元收归国库，是民间不可能把银元做买卖的单位，那么法币就不会动摇。这是长期抗战的一种法宝，要是币制一动摇，抗战是不能持久的。尤其是上海的金融能影响到全国，所以这一次抗战能长久维持下去，鲁斯有功焉。淞沪战事期间，疯狂抢购食物的市民，上海的主要粮食及副食品始终供应如常，这要归功于许多跑单帮的小商人，他们不知疲倦地在四乡搜购米粮杂物。虽说他们都发了财，可是对一般市民来说也是有功的。只是跑单帮的人喜欢携带轻便的物品，而跑米的人因为米重的厉害，最是辛苦，但是利益也相当丰厚。米业工会的首长因为贩运米粮大发其财，不原谅的人都骂他是米蛀虫。其实要是没有他采购大批米粮，上海的米价还要贵得多。上海还有一位航运界名人于洽清，他从香港采购了很多的暹罗米，由太谷、宜和船只运到上海。虽然也有人说他运米发财，但是上海米粮没有中断，他是有功绩的。初时他留在孤岛，也没有离开，直到太平洋战争开始之前才到内地去的。